台湾的供应链要达到 Airbus 或波音呢，看起来是有些难度了哈。这个 Qualify 是非常严格，经过非常多的认证，只要认证以后呢，你通过会有很大的商机了哈。这大概有几年、几十年了，一劳永逸的这个市场的基础。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嘉禾实业的董事长翁伟翔翁董事长跟嘉禾实业的行销处经理陈启祥陈经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年是财讯的50周年，那我相信台南帮有非常多的企业呢，今年都是到一个年龄很大的。我们看到环球水泥呢是60年哦。早期呢，我在台南我第一次去采访侯以立先生呢，我曾经跟着他后面一连串的拍照。这个照片现在变成经典的一个作品哦。那当年他开办新复兴布厂的时候呢，翁川沛先生是进入到工厂来当学徒。他在1998年的时候呢，出版了70亿网这个书出来，到今天大概相隔26年，所以才可以再加26，等于将近100年。翁川沛先生他创立了嘉禾实业，再传到翁茂忠，那么现在进入到第3代的翁伟翔先生呢，纺织曾经是台湾创汇非常重要的主力产业，但是经过这个时代的竞争之后呢，我们也看到现在除了如虹巨阳在成衣上开疆辟土之外呢，我们最近也看到嘉禾实业呢开始要跨足到布料，那么到品牌，在整个转型的路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客户现在遍布到汽车、航空到铁路家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第3代翁伟翔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未来会把嘉禾实业带到什么样的新的方向跟路径。财讯周年庆开跑咯，从5月9号到8月31号，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1年期以上的读者，就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哦。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我们先请翁董事长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翁伟翔。好，我们陈启祥陈经理。大家好，我是陈启祥。欢迎2位。我想今天大家来谈谈，我们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公司了财讯50年，那我相信嘉禾也超过半世纪以上。我跟令尊翁茂忠先生也很熟那我想现在把棒子交给你了。你们曾经受到大时代的考验，你就知道台湾有很多纺织厂，其实整个调试的过程里面大家这不是那么顺的好，嘉禾的股价现在到18块了，就是说你看原来转型不是都10块以下你们现在慢慢走上新的转型的道路，我想市场上也对你们充满了期待。你如何带领嘉禾呢，在转型路上做了一些努力，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大家好，那其实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嘉禾到今年是52年，第52年，你比我们多2年。那其实就像社长讲的，其实我们公司从早期你阿公从我爷爷这边开始，他从日本引进了一些技术。那同时间呢，他也把日本的一些长线织物引进，也帮台湾的纺织业培育了蛮多的人才，包含就是现在就是散布在各个台湾的上市公司。就基本上我们就是从衬衫，然后从一般的休闲，其实我们要转到机能。可是当初的话，其实我们是算是一步一脚印啦，就是变成说我们从各个品牌，那我们自己去递名片，然后靠参展去累积，拿到一个联系方式之后呢，其实我们又马上飞去拜访。10年的这个历练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户外的市场也算是有一席之地。那同时间呢，我们又发挥这个台湾这个机能跟天然这个强项呢，去从衣服这块呢又做到了制服。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针对美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制服客人，其实我们都直接有在耕耘。是。那同时间呢，其实我们原本做的常见织物呢，从女装我们又把它研发到了家饰。就如我爷爷当初跟我讲，其实家饰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生意。家饰部你看那个益丰川联他做得很好是。那我们主要做的产品是做沙发。那组沙发布其实也是大概从1998年就一直卖到现在。所以其实沙发是一个对我们讲是一个非常稳定跟稳健的一个市场。那同时间呢，我们又从这个沙发呢又跨到了这个车子。那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脉络，就是说我们就不断的在找寻这个不同的路去走嘛。车子的话，其实我们大概从2004年那时候我们公司开始转型，然后到2006年，其实我们接触到这个 Jaguar 跟 Land Rover， 对，他第一次有可能下单是2013年。其实我们看的其实都觉得哇，这是不是天方夜谭？要经过那么漫长的时间，到底会不会成功？那可是其实我们的团队其实没有放弃，在这过程的不断的去打样、去尝试、去拜访。
那我们默默的耕耘，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就是在 Jaguar 跟 Land Rover 里面，其实这就大概类似，就是像我们的内装，所以其实像它的椅子啊、顶棚啊、立柱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这个比较像塑胶其实它背面是塑胶，对，可是它正面是我们的布。那其实我们之后这个其实是内麂皮，它其实就是人造皮的背面，所以等于是也是比较环保。那同时间比较轻量，然后又吸音。现在这个市场是被意大利跟日本还有韩国垄断，那所以等于是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在 Jaguar 跟Land Rover 这边得到一个时机，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只有交国内，那同时间呢，因为我们稳健的交嘛，所以英国有一个手工车叫 Golden Mary 的 T50， 那它基本上它是纯手工，然后又限量100台。我们刚好有这个荣幸，因为我们其实就在 Jaguar 跟 Land Rover 里面嘛，那也是英国的这整个体系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去参加这个提案。那我们其实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们跟众对手跟意大利啊、日本、韩国可能应该我们不会胜出，结果后来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被选中。那基本上这台车是目前应该算是最以驾驶为中心、最轻量，因为它整台车都是碳纤维，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材料，它整台车可能就是986公斤。你现在嘉禾等于就供应它的那个汽车里面的椅子啊？对，其实它是椅子的材料，还有包含它整个内饰。那我们又有另外一个突破是，我们现在是直接面对车厂，这个跟汽车一般零组件 Tier 1、Tier 2那个结构好像又不一样，是吧？其实我们就是它指定的 Tier 2，对我们来讲说又是另外一层的突破，因为我们是直接的面对车厂，而不是间接的交给某个中间商再交给他。我们现在应该是迈向我们的成长曲线的第3条。我看对吧？还有个铁路铁路供应链里面，铁路有什么样的产品？台湾的铁路的话，其实很多都是用羊毛。那因为我们本身算是台湾目前硕果仅存的一贯的毛纺厂，就火车的座椅。对，因为其实羊毛是耐燃。所以其实航空、铁路里面的座椅现在不是 PU， 要么就是羊毛。所以其实我们又把我们的一贯厂的优势呢，我们又找到另外一条路。航空打进去不容易啊！我有一回在那个空中巴士上面做简报他说汉翔供应它的蒙皮就是说台湾的供应链要达到 Airbus 或波音看起来是有些难度了嘉禾现在在这一块有没有进展？其实我们在疫情前呢，有成功的切入新加坡航空，可是因为遇到疫情嘛，所以后来就有点停顿。同时间呢，其实我们也有针对国内像星宇提供，然后还有比如说可能我们针对长荣或者是华航，其实华航的话，我们之前是跟汉翔合作，其实我们有一起打样给华航，因为刚好在疫情前呢，其实我们有一起要去参加这个航空展。所以等于是当初的展出是我们跟汉翔结合我们的材料做成一个椅子，然后在这个航空展去展出。航空这个也是蛮封闭的嘛，所以其实现在蛮多的这个材料其实都是从 Airbus 或是波音直接指定，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打到国际国造这个机会。他对供应链供应商这个 qualify 是非常严格的就你要打到供应链，其实要经过非常多的认证，那个认证其实都很严格只要认证以后呢，你通过会有很大的商机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也许可能整个嘉禾在发展的路上可以花更大力气，因为这个市场如果你打进去的话，这大概有几十年一劳永逸的这个市场的基础。我们现在请陈启祥来跟大家来谈一下，就是说您负责这个行销那过去大家认为台湾的纺织业大部分都是做配布啦或者是这种化纤材料大概都一贯作业那我想这次翁董事长在讲那个转型，也很想了解说您是在行销部门如何带领嘉禾走上这个转型的道路。其实台湾来讲，纺织业其实是最大的创业。那其实在转型的过程中台湾早期都是以大量人工生产制造出口到欧美国家，后来大陆崛起嘛，东南亚国家也崛起，台湾的量就渐渐的减少，那我们转而精致少量多样的方向去做生产，还有一些产品就是天然素材、功能性的一些素材、机能性的纺织品去转型。现在环境永续其实是企业上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对，我们公司在这方面也做很多的努力，像是很多的一些认证，我们也加入 IS 诚实啦，做过 Blue Sign 呢，也有那个绿色纺织品的一个认证。当然除了这些认证之外，公司也将节能减碳把它订定我们的一个年度计划里面，把我们的机器设备提升为就是节能减碳的设备。那同时间我们也跟综合纺织研究所合作，提升我们的低碳的技术，
我们也获得那个经济部台湾产业温室气体减量的绩优厂商，为台湾减少了6244公吨的一个碳排放。这个数字相当于是一个16座大安森林公园1年的碳吸收量。我们做的这些努力是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纺织业的低碳转型，那达到我们台湾呢2050年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那这个同时，我们工厂也被指定为节能减碳的一个示范的厂区，那我们就开放工厂给同业来做观摩。未来规划的产品的走向，80%以上素材都会使用这种循环再生可利用的一个素材，还有天然纤维。对，因为天然纤维可以自然降解。我们工厂生产的产品的一个制成，90%都会是低碳生产，这是我们想说为台湾的一个纺织界做一个努力。那大概3-4年前吧，那时候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家都找不到口罩，有人来找我们公司协助。董事长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自掏腰包就将我们的布送去制成那个布口罩，给这些学童先有布口罩可以应急。我们也考虑在我们的工厂增设我们的一个医疗用口罩的一个生产线。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当时0到5岁的那个孩童没有疫苗可以施打，有位荣总的医师苏医师找我们看是不是可以协助做医疗用的儿童口罩。我们也是连夜把产线更改，并且我们还加码多做了1倍的量，捐赠到台北荣总给院童使用。另外在乌俄战争的期间呢，我们的口罩也捐赠到乌克兰。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口罩还是持续在捐赠给一些弱势团体。现在这个需求没有当年那么大量的了是吧？我们回来聊一下嘉禾，现在就是说运动市场里面，像 Patagonia， 你一进去看嘛，每一件大概都上万，你知道你如果到这个Lululemon，多少8000块、6000的一大堆你看那个机能衣，它经过设计经过品牌以后呢，它卖的价格跟一般短线回都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像你欧董上，你叫领导嘉禾我想你刚才讲的非常多领域，你们都打进去了。在过去台湾的纺织业，为什么它停留在短线回的时代？我最近在鼓励台塑要转型，为什么？台塑如果做透用化学品可能好一点，但如果你在做一般的 PE 啦，这个做乙烯相关产品，那个短线回大陆一杀过来你就死了。我们现在台湾的纺织业，我认为如虹也好，巨阳也好，他们在成衣都走出一片宽阔大道。今天听翁董上这一谈，我就终于知道嘉禾正在转型路上，而且你们在朝品牌跟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在走。我们如果在这个产业政策上，你抓对利基产品，然后把饼做大。第一，我们是从我们的产品的升级，其实我们不断的去研发新产品。对，然后比如说结合国外的原料商，结合国内的纺织所，其实我跟我们的团队就是在讲说，我们要怎么不断的开发，去把高贵的产品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客人可以买得起的产品。那同时间呢，其实我们会参考欧洲的这些厂商，比如说现在欧洲现在还有纺织业嘛，其实在英国、在比利时、在荷兰，其实都还有纺织业。那这些纺织业到底他们生存是在做什么？对，所以我们就会去做一些车用、做航空、做铁路。针对机能这块的话，我们就是从新素材着手。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本身就有这个美国的棉花，还有澳洲的羊毛，所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天然的纤维跟可循环的这个材料再做结合？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开发高附加价值的产品。那我们公司的销售的单价跟台湾的同业比起来也是比较高，因为我们走就是比较高质量，因为我们的材料是复合。然后同时间呢，其实我们又跨到了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往比较高档的家饰用布去走，还有比如说往车子、往航空、往铁路。台湾的高铁其实也有提案。我刚刚讲这些产业呢，这些纺织品呢，能提供的供应商非常少，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带领这台湾纺织业往这方面去多研究，这样。好，我想这个现在大概就是纺织业一定要自己的定位你有一个比较好的高单价的产品，比方最近我看到卖鞋子，现在美国那一双那个 Hoka， 我最近稍微看一下，我把那一家公司母公司它那叫 Decker 的股价跑到1109，你知道美元呢？这个做鞋子考到跟 NVIDIA 差不多这个真的很可怕。日本那个 ASIC 亚瑟士股价也就9000多它也传统产业做鞋子台湾做鞋子代工很多但是如何把高附加价值做出来，这个是现在大家努力的目标那陈启阳在现在嘉禾实业在 ESG 的路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哪些新的建树？其实我们刚刚解释过，我们做这些认证，除了这些认证之外，我们也加入 RE1010的一个绿电倡议宣言。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达到2050年能够全部用绿电的。我们新厂的部分会把我们的绿能做最大化，从太阳能的光电
以及那个为水力发电、为风力发电。尤其在我们新厂规划里面，我们还会并入我们一个绿色的一个建筑。工厂生产的产品，未来的方向就是节能、减碳、永续。好，我们请教翁董事长，对嘉禾实业来讲，打拼的半世纪之后呢，你们对根留台湾、深耕台湾未来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公司应该是目前唯二2家纺织公司有去申请加码根留台湾的根留台湾方案呢？对，根留台湾方案，那加码根留台湾应该是算是唯一一家的纺织厂。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永续，想要嘉禾成为一个100年的企业嘛。目前的生产就在台湾，所以我们如果去做这个根留台湾，就是把我们自己本身的竞争力去提高，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产，针对这个 AI 还有这个重复使用为一个主轴。然后同时间呢，我们这个厂呢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奇美博物馆的蔡宜章建筑师。其实我们去跟他提这个案的时候，其实他是蛮惊讶也很感动，因为其实他没有想到竟然还有纺织公司愿意想要在台湾投资22亿。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要生存下来，其实就只能往高质化去提升。所以我们的这个厂，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它规划成台湾蛮先进，然后节能减碳，然后又符合这绿能，让我们公司可以再走下一个50年的厂。好，我想最后啊，给这个我们翁董事长来整个完整来谈一下你第3代接班了。你从翁川沛时代到你父亲翁茂忠的时代啊，现在棒子交到你手上了哦。你们家3代我都见过了哦。那作为一个第3代的接班人，你如何把过去的传统产业走上一个振兴的康庄大道？我爷爷从1944年就投入在纺织业嘛，对，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家族都在纺织，对，大概80几年其实都在纺织里面去做付出。我这边的使命其实基本上是希望说嘉禾可以成为一个100年企业。对，我们公司现在就是把产品分散到这个衣住行的这个整个产业去做分散风险，刚好在COVID-19 这个期间呢，就发挥了这个整个功效。比如说我们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家事非常好，运费涨的时候开始大家往户外，我们户外的机能非常好。当户外机能结束之后，变成说电动车又非常夯，所以我们刚好又做到电动车。那同时间现在大家开始提倡环保，刚好我们做的这个天然素材其实又搭上这个休闲风，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把公司分散风险，然后朝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然后不断的去开发，往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往铁路、航空。那当然车子这边我们还是会不断的去开发不同，因为我们已经有时机了，所以我们去开发不同的车厂的话，其实是更简单。其实我们接触的车厂比我刚才讲的这几个还更多，只是说我们就一步一脚印的去把这个攻下来，这样。好，1972年大概嘉禾实业创业嘛，对不对？你爸爸接棒，那现在传到第3代，你接棒之后呢，嘉禾又比较好了哈，大家可以感受到你已经从你父亲的时代哈。那个时候就是大社会的时代，一阵乱杀哈。台湾我曾经考过很多人了，台湾的纺织业的代号啊，从1401开始哈，02是远东新世纪啊，但是下面那一家就1409了，前面那个都不见了。为什么？那个时代已经倒过一阵了哈。那你看到1407是华龙后来倒了，1409新签，然后后面有很多又断掉了，到1413叫洪州嘛，对不对？中间空格很多啊。在时光的淘汰里面，台湾所有的产业淘汰最多就纺织业啊。你们能够屹立不摇哈，重新崭露头角，我相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翁董事长来讲，你任重道远，好好把这个第3棒的棒子跑得更快，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对你们非常高度的期待。好，我想今天我们采取50周年，那嘉禾实业52周年，那大家都是老牌相称哦。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老公司如何再创新的风华，那我相信翁伟祥董事长现在正在带领嘉禾实业走上复兴的道路，我们乐观其成。我想从大社会的时代呢，进入到高附加价值的时代，我相信在这个时代的风潮当中，它会带给嘉禾实业更大的跃升的空间。今天非常感谢翁董事长，也谢谢陈启祥经理，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